今天我们就来聊聊1945年日本投降背后那段异常曲折的故事。许多人以为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的2颗原子弹一下子就让日本跪地求饶，但历史的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政府在投降前经历了多次拒绝、抵抗和反悔，甚至需要天皇亲自出马才勉强结束了战争。2朵蘑菇云笼罩下，日本难道立刻跪地求饶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政府在决定投降前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内部拉锯戏码，多次拒绝盟军要求，不断做垂死挣扎，甚至在最后关头还有人企图发动政变来推翻投降决定。可以说，日本是在承受了盟军的连续重击，被逼到无路可退之后，才不得不选择投降的。现在就让我们把镜头拉回70多年前，去看看日本投降的完整经过。1945年夏天，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纳粹德国在5月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尘埃落定。然而在远东，轴心国最后的支柱日本帝国还在做困兽之斗。日本虽然节节败退，但军方依然掌握大权，顽固地拒绝认输。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盟军潜艇和空军的封锁使得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燃料和粮食严重短缺，大城市在空袭后变成焦土，全国交通和工业体系几乎瘫痪。海军联合舰队在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惨败后所剩无几，空军也损失殆尽，只能依靠神风特攻等自杀式手段困兽犹斗。尽管形势如此绝望，日本军方依旧向全国灌输不惜1亿玉碎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疯狂理念，逼着国民为军国主义陪葬。此时，同盟国内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逼降日本的策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7月中旬抵达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参加同盟国3巨头会议，商讨如何尽快让日本屈服。会议从7月17日开幕，各方代表各怀心思。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会上表面上支持对日强硬，重申了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对美英中做出的承诺，在德国战败后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对日宣战。不过斯大林心里盘算的是趁火打劫，他可不愿看到美国独吞战后亚洲的利益，所以苏联一边假装与日本继续维持中立，一边悄悄在远东增兵，准备等时机成熟就从背后给日本致命一击。美国方面也在精打细算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步棋。参谋部估计，如果盟军强行登陆日本本土，可能要付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伤亡，这样的代价让杜鲁门冷汗直冒。据说美军甚至预先制作了数十万枚紫心勋章，这种专门颁发给负伤士兵的军功章已被登陆战的海量伤亡。直到几十年后，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等战争中仍在使用当年库存的紫心勋章，可见对日作战预计将有多惨烈。杜鲁门迫切希望用2种手段来逼日本尽快投降，一是寄希望于正在研制的终极武器原子弹，二是促使斯大林尽快对日宣战，和美国前后夹击日本。就在波茨坦会议进行期间，美国7月16日在新墨西哥成功引爆了第1颗原子弹试验，代号 Trinity。 这一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到杜鲁门耳中，使他确信自己握有了迫使日本屈服的终极王牌。也因为这样，杜鲁门在会上对苏联的态度更加冷淡，甚至没有邀请苏联在即将发布的对日公告上署名。美苏双方围绕日本投降的博弈其实已经在暗中展开。再看日本方面，政府高层也在做最后的盘算。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相东乡茂德心知肚明，大局已去，但他们不甘心就此无条件投降，幻想利用苏联的中立地位来斡旋停战条件。他们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让苏联出面调停，希望能达成一个不那么苛刻的有条件投降，比如保住天皇制度，避免盟军占领，自己审判战犯等等。东京甚至考虑派已退位的前首相近卫文弥作为特使，飞赴莫斯科游说斯大林。然而这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落空，苏联根本没打算当和事佬，人家惦记的是战后的地盘和利益。7月26日，波茨坦会议尚未结束，美、中、英3国突然发布了对日本的最后通牒，即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措辞极为强硬，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否则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这份公告通过电台广播和传单向日本传达，昭告天下盟军的共同立场。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并未在公告上签字，因为当时苏日两国表面上还维持着中立状态。消息传到东京，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顿时炸开了锅。东京最高决策圈6巨头即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军令部总长和参谋总长对此意见尖锐对立。首相铃木和外相东乡倾向尽快结束战争，但希望借苏联斡旋来保全天皇和宪政权。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4位军方实权人物则坚决反对投降，叫嚣哪怕本土化为焦土也要战斗到底。有人提出动员全国军民进行1亿玉碎的本土决战，让1亿日本人玉石俱焚也不向盟军低头。他们期待用平民的鲜血换取盟军在停战条件上的让步。面对两派僵持不下，身为国家象征的裕仁天皇一直沉默，没有明确表态。日本政府的决策机制几近瘫痪。最后，铃木内阁选择了拖延战术。首相铃木对媒体表示，日本将对盟军的要求采取默杀态度，也就是装作没看见，既不接受也不正式回应。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拒绝了波茨坦公告。铃木的默杀声明通过新闻传到盟国后，引起了强烈反应。美英认为这等同于日本拒绝投降、顽抗到底的姿态。杜鲁门随即下令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原子弹轰炸，不再做任何犹豫。日本军方还幻想能拖延时间，继续等待苏联的答复，但命运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犹疑就手下留情。1945年8月6日清晨，一架美国 B-29 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上空，几道刺眼的白光闪过，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战争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爆炸。那一刻仿佛一颗小太阳坠落人间，整个城市瞬间被赤白的强光吞没，爆心温度陡然上升到数千度，地面建筑和数万鲜活生命一齐在高温中灰飞烟灭。有人在爆心附近瞬间气化，只在墙壁和台阶上留下被强光灼烧而成的黑色人影轮廓，触目惊心。随之而来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翻滚的火球将半座城市化为废墟。爆炸引发的冲击波和高温造成可怕的火风暴，广岛上空甚至下起了黑色的雨水。幸存者眼前仿佛地狱降临，街道变成了火海，许多人全身焦黑却挣扎着行走，到处是残肢断骸和凄厉的哀嚎。消息传开后，日本本土其他城市的人们也人心惶惶，很多东京市民担心自己所在都市会成为下一个核打击目标，纷纷携家带口出城躲避，社会陷入极度的恐惧与混乱之中。这枚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顷刻间夺去了广岛约7万人的性命。到1945年底，又有几十万人因烧伤和辐射后续丧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浩劫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然而，即便遭受了这末日般的一击，日本政府依然没有立刻投降的打算。消息传到东京后，军部高层最初甚至封锁了广岛被毁的详细情况。一些顽固将领还心存侥幸，自我安慰说，美国的原子弹不过是威力大的炸弹，他们不可能有很多颗，日本还有一战之力。难道如此灭顶的灾难还不足以让日本举白旗吗？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广岛被夷为平地的同一天，日本外相东乡还在苦苦哀求苏联出面调停。他命令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不停地去联系苏联外交官，争取和平方案。然而苏联人一直拖拖拉拉，既不答应也不明确拒绝。日方高层似乎还没意识到，他们苦苦寄望的和事佬其实正磨刀霍霍，准备从背后袭来。时间来到8月8日深夜，日本千盼万盼的苏联终于有了动静，但那不是期待中的调停邀请，而是一纸宣战书。这天午夜过后不久，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100万红军从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和外蒙古3个方向对日军发动了雷霆万钧的进攻，代号8月风暴行动。苏联的装甲洪流连夜突破满洲边境，远东战场顿时山摇地动。一支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猝不及防，尽管拥有精良装备和号称100万大军，却在钢铁洪流的冲击下面如纸糊，各处防线纷纷崩溃。短短几天内，
日军在东北节节败退，大片占领区像多米诺骨牌般迅速坍塌，关东军主力遭到歼灭性打击。昔日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如此轻易就被横扫，日本高层还拿什么做最后的平势呢？苏军的攻势并未就此止步。8月9日凌晨，红军开始渡海进攻日本经营已久的南萨哈林岛，也就是库页岛，并准备在随后直接渡海攻击日本北海道本土。这一连串从北方袭来的闪击，让东京好似当头挨了一记闷棍。他们苦苦寄望的苏联不但没来斡旋，反而变成了挥刀相向的凶狠敌人。日本高层最后的幻想被彻底打碎了。而此时，命运对日本的暴击还没有结束。就在苏联出兵的同一日，也就是8月9日中午，美国在九州的长崎市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绰号胖子的步弹轰然炸响，瞬间夺走长崎3万多人的生命。由于长崎地形起伏，爆炸威力有所减弱，但城市的一大片区域仍被夷为平地。截至战争结束，长崎核爆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在7万左右。继广岛之后，短短3天内再次遭遇核打击，日本领导层这才真正意识到，美军并非只有1颗原子弹，他们随时还能把一个又一个城市变成人间地狱。连续2颗原子弹的毁灭轰炸，加上苏联突然撕毁条约从北方攻来，这3重打击之下，日本统治集团终于认识到大势已去。8月9日上午，当东京的6巨头会议仍在激烈争执投降与否时，大家突然接到长崎被原子弹炸毁的紧急报告。这雪上加霜的消息令与会者目瞪口呆，会议室陷入一片死寂。长崎瞬间的毁灭进一步动摇了军部顽抗派的信心。当晚，日方紧急召开了一次最高决策会议，而且破天荒地请来了平日很少直接插手政务的裕仁天皇亲自出席，这就是著名的御前会议。会上6巨头再次争论不休。据记录，这次御前会议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气氛极度紧张，连茶水都无人敢动。首相铃木等人几次试图说服军方让步，但阿南等军方代表每每拍桌怒斥，声称不如战死沙场。眼看争论毫无结果，只好将裁决权交给天皇。最后，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皇。裕仁沉默许久后，终于开口说道：“接受盟军的要求，结束战争吧。”曾被奉若神明的帝国君主，此刻不得不低下头来，做出了一个关系民族生死的理性决定。这在几天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场景。裕仁的这番裁决被日方称为圣断，意思是神圣不可违逆的最终决定。陆军大臣阿南等人虽心有不甘，但在天皇面前也只能沉默领命，不敢再违背圣意。当然，即使天皇开口，日本方面也还想为自己保留一点颜面。裕仁希望至少能保住皇室的存在，不至于让日本延续了数千年的天皇制就此覆灭。于是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电报，表示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来结束战争，但附加一条，投降时必须不损害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尊严。简单说，就是要求保留天皇的地位，不把天皇当战犯处理。电报发出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同盟国的回应上。美英中苏4国对此反应不一，苏联和中国深受日本侵略之害，对日本要求保皇非常反感，主张严惩战犯。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新首相艾德里则认为，战后需要天皇出面稳定日本局势，有意保留天皇作为傀儡象征。经过一番磋商后，8月12日，同盟国通过了正式回复电报，大意是可以保留天皇，但投降后，天皇和日本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服从盟军最高统帅的安排。这等于承认了天皇可以留任，但明确他将成为盟军指挥下的傀儡。盟军的回复送达东京，日本政府内部又起了波澜。军方强硬派觉得这实质上架空了天皇，难以接受；和平派则认为能保住天皇名义上的位置已是万幸，当务之急是立刻止战。陆军大臣阿南等人仍不死心，试图提出额外的投降条件，比如投降后由日本自己裁军，不追究日本战犯等，为军队和高层将来留条后路。然而，这些企图被美英直接无视。盟军拒绝了日方想给投降加条件的小算盘，态度十分坚决。日本此刻已无路可退，
裕仁天皇也下定决心不再拖延。8月14日凌晨，他再次召集御前会议，亲自压下陆军方面的反对意见，正式批准接受盟军回复的条件。日本就此决定无条件投降。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在9月初制造出第3颗原子弹，并计划继续轰炸日本本土。如果日本仍负隅顽抗，东京乃至更多城市都可能在劫难逃。幸运的是，日本高层终于在8月中旬幡然醒悟，在第3次核打击降临之前选择了停战。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天皇和内阁立刻行动起来。当晚，他们准备好了由裕仁亲自录音的终战诏书。裕仁用古雅而哽咽的语调朗读了诏书全文。裕仁在诏书末尾还呼吁全国臣民堪忍难于堪忍之事，一起为延续和平而忍受痛苦。他特意没有使用投降一词，而是委婉地表示接受盟国联合公告，以稍微体面的说法向国民宣告战争结束。录音完成后，宫内府人员将记录天皇讲话的留声机唱片密封收藏，准备第2天中午通过广播向全国播放。值得一提的是，诏书中特意用了终战一词，而没有直接说投降，这是为了尽量维护皇室和国家的颜面。然而，就在投降尘埃落定的前夜，日本军部中最狂热的一群军官却做出了最后的疯狂举动。8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陆军省一些少壮军官纠集禁卫师团士兵，悍然发动军事政变，企图阻止投降诏书的发布。这就是著名的宫城事件。叛军荷枪实弹冲进皇宫，到处搜寻那张装有天皇录音的唱片。他们甚至杀害了誓死护卫的禁卫师团师长等人。一时间，宫城内枪声四起，乱作一团。幸好关键时刻，大多数守军并未响应叛军，政变在拂晓前被迅速平息。眼见无力回天，多名叛乱军官选择自尽谢罪。其中带头的少佐田中在遗书中竟以天皇口吻声称要亲率禁卫师团决战到底，可见这些人已经狂热到不惜假传圣旨与全国为敌的地步，令人唏嘘。1945年8月15日正午，当广播里传出裕仁天皇那段拗口而庄严的日语诏书时，日本举国上下先是一片寂静，随后才明白过来，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由于诏书用的是古典日语，加上录音质量欠佳，许多老百姓起初并没有听懂天皇究竟在说什么。但听到诏书里提到局势对我等极其不利，不忍见帝国灭亡等字眼，人们也大概猜到了结局。对于许多日本国民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听到天皇陛下的声音，却也是宣告失败投降的声音。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不少人当场痛哭失声。此刻的日本列岛已是满目疮痍，几乎所有大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工业生产停滞，千百万平民死伤无家可归。得知战争终于停止，有人如释重负，瘫坐在地放声痛哭，也有人因国家战败而愤懑不平。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天皇广播发表前几个小时便切腹自杀，留下以死谢罪的字条为战败引咎。他临终前叮嘱军中同僚不得再轻举妄动，遵从天皇停战的旨意，以避免更大的流血。除了阿南之外，也有极少数顽固分子选择以自尽谢罪。然而不管个人如何反应，这场席卷全球的浩劫终于落下了帷幕。9月2日清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政府全权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美国5星上将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统帅主持了仪式，并在文件上郑重签名。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弗雷泽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扬、柯中将等盟国代表也依次签署，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从这刻起，日本作为侵略者发动的第2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终结。同一天，在中国南京，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向盟军中国战区受降代表何应钦上将呈交了投降书。中国将9月9日定为对日受降纪念日，并把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在经历14年浴血奋战之后，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华民族也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时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正因为日本在8月中旬及时向美军投降，苏联红军才未能赶在盟军之前占领日本本土。史料显示，斯大林原本有计划继续进军北海道，但由于日本迅速投降和美军抢先登陆而被迫作罢。如果当时日本多拖几周，任由苏军登陆北海道，那么战后的日本很可能会像德国那样被一分为二，东北部沦为共产阵营的占领区，这无疑会使日本的命运截然不同。日本领导人之所以选择向美军投降，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落入苏联之手。当然，绝大多数日军在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后都停止了抵抗，但也有少数狂热分子一时无法接受失败的现实。在亚洲大陆的一些偏远地区，部分日军拒绝向苏军或中方投降，试图继续顽抗，但很快被镇压或自行瓦解。另外，更离奇的是，太平洋上一些孤岛的日军驻军由于断绝通讯，不相信日本真的已经投降，仍躲藏在丛林中坚持作战，有的人甚至多年后才被发现劝降。例如菲律宾丛林里的日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一直坚守到1974年才最后缴械归国，成为二战历史上著名的最后的士兵。这些零星的抵抗虽延续了一段时间，但终究无法改变日本战败投降的结局。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围绕日本投降原因的反思与争论却刚刚开始。战后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真正迫使日本在1945年8月放下武器投降？传统观点认为，2颗原子弹的毁灭性威慑让日本天皇下定决心停战。然而1965年，美籍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也会在那个时间点投降。这种观点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原子弹 vs 苏联出兵之争，促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细节。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首先，1945年3月，美军对东京的一次大空袭在一夜之间造成10几万人死亡，数十万人受伤，其瞬间酿成的平民伤亡甚至超过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但东京大轰炸非但没有令日本投降，反而激起了日军高层玉碎抗战到底的决心。可见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平民巨大伤亡的承受能力远超常人想象。相比之下，广岛和长崎的死伤总数与东京大轰炸相当，在日军眼里不过又一次更猛烈的空袭而已。因此，仅凭核武器造成的人员损失，难以在短短几天内动摇日本顽固派的意志。其次，日本高层对美国研制原子弹并非全无心理准备。战争末期，日本情报机关已经捕捉到美国研制超级炸弹的蛛丝马迹，虽然亲眼目睹核爆威力仍令人震惊，但他们并非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新式武器。因此，广岛被炸后，日本政府依然抱有一丝幻想，认为原子弹不过是威力强大的新炸弹，只要咬紧牙关撑住，美国也炸不出几颗。他们甚至加紧通过外交渠道寻找台阶，比如继续祈求苏联调停，直到苏联出兵的消息传来，这最后的幻想才被彻底击碎。最后，也是很多历史学者强调的一点，苏联对日宣战带来的震撼，在日本统治集团心理上可能比原子弹还要强烈。美英在波茨坦公告中已经明言必须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军方最恐惧的正是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天皇蒙辱、国家沦陷清算。他们一直寄希望于苏联能从中周旋，帮日本保住面子和体制。可苏联的出兵一下子让日本最后的希望化为乌有。北方强敌兵临满洲和朝鲜，日本腹背受敌，更意识到再不投降，连保存天皇制的机会都没有了。苏联人可不会留着日本天皇，当年沙皇都被他们处决了。如果让苏军占领北海道，皇室真可能被揪出来示众清算。相比之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许还希望保留天皇作为傀儡，以便更好控制日本。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参战对日本高层心理的震慑，绝不亚于2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恐怖。双管齐下，日本在8月中旬选择投降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说明的是，没有人否认原子弹对促使日本投降起到了重大作用。连续2次核打击的震撼，让军部强硬派在8月9日以后明显失声，不敢再公开违抗停战决定。
原子弹让日本统治者终于明白，如果再负隅顽抗，全国真的将化为灰烬，无人生还。另外，原子弹的出现还为日本高层提供了一个体面的理由来向国民交代失败。裕仁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将停战原因归结为敌人使用了残酷的新炸弹，强调是为了挽救臣民才不得不结束战争。这样一来，发动侵略战争而招致失败的日本军政高层在国民面前多少有了个下台阶，仿佛日本并非败于自身的狂妄与错误，而是输给了一件前所未有的非人道武器。日本民众对这个说法也相对容易接受，我们不是技不如人，只是成了可怕武器的受害者而已。至于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日本自身应负的侵略责任，则在这种说辞中被有意无意的淡化、遮盖过去了。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后第一时间做的并非公开反省战争罪行，而是忙着销毁文件和证据，企图掩盖侵略期间的种种暴行，为战犯开脱。大量涉及战争罪行的记录被成批烧毁，使得战后清算追责变得更加困难。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庇护下，作为侵略战争最高领袖的裕仁天皇不仅未被绳之以法，反而被保留下来继续当他的象征性国王。这为战后日本的历史认知埋下了祸根。很多日本人日后倾向于相信，日本的投降主要是因为原子弹太可怕，对于本国发动战争和犯下的罪行，则缺乏应有的反省。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伏法。不过，在美国主导下，天皇及皇族却被免于起诉。不少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决策者逃过了法律制裁。战后70余年历程，也证明只有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土壤，实现政治民主化，日本才能凤凰涅槃，重新融入国际文明社会。回望那段历史，日本的投降其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原子弹的毁灭打击、苏联出兵的震慑、盟军层层紧逼的军事压力，以及日本国内要求和平的声音，汇成了1945年8月无法阻挡的洪流，最终冲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防线。只可惜，在这最后关头，日本统治集团的内斗和拖延，让无数平民白白蒙受了本可避免的苦难。日本高层在最后关头的执迷和侥幸，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令本国平民白白遭受了核爆与战火的双重苦难。如果这些领袖能更早一些正视现实，放下好战野心，也许广岛长崎的悲剧本可避免。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这段经历让我们看到，一个迷信武力和极端思想的政权，最终只会害人害己，其人民也将为领导人的疯狂付出沉重代价。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铭记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唯有反思历史，避免重蹈覆辙，才能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人类也才能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